大家好，如果说茉莉花是冰姿玉骨尽成烟的大家闺秀，那么珠兰花就是不经颜色自轻颜的小家碧玉。它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茉莉花，但是论香气可是不输。在之前茉莉花茶的视频底下，有2位朋友说想要了解一下珠兰花茶，那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。珠兰花茶主产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，是我国传统大宗花茶之一。2017年，珠兰花茶被安徽省政府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并成立相关保护单位。珠兰花的花型较小，花圆如珠，花瓣黄色如同粟米，香型优雅，清香似兰而得名。虽说带有兰字，但其实是属于金素兰科金素兰属的草本植物。歙县珠兰花茶的历史悠久，从引进种植到规模化印制珠兰花茶，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根据歙县志记载，清代乾隆年间，歙人江某从闽中罢官回来，因酷爱其花香，遂引种回乡，苦心培植，初为观赏，后以饮茶。是不是听着很熟悉？上次我们讲祁门红茶，那个人也是不做官了，从福建回老家，然后把制茶工艺带了回去。感觉黄山人民很有想法哦，弃政从商，先富带动后富，可以。歙县的珠兰花茶还是乾隆钦定的宫廷御茶。书面记载了当年安徽巡抚上贡的土特产里就有珠兰茶8桶，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当年用来装珠兰茶的7期茶叶罐。再往后，珠兰花茶的产销还是经历一些波动的。抗日战争开始之前，印制珠兰花茶的厂号达到100多家，加工珠兰花茶750吨，主要销往北方地区，尤其是山东、北京等地。后来抗日战争爆发，北方沦陷，珠兰花茶的产销陷入谷底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恢复正常。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，这时全县的花茶产量达到最巅峰，有3000多吨。但是由于茶厂之间的恶性竞争，珠兰花茶的质量持续下降，市场也持续萎缩。到2015年时，歙县仅仅只有4家小茶厂还在继续加工珠兰花茶，产量呢不到巅峰时期的5%，并且基本都是低档的大宗产品。再后来政府就看不下去了呀，你这样搞的话，珠兰花茶都要灭绝了，于是就开始修订地方标准，积极调整产品结构，带动中高端珠兰花茶的生产和市场。比如说去各地的茶叶展会做广告啦，通过网络营销进行宣传啦，包括前面说的列入非遗的名单，都是努力在提高珠兰花茶的知名度。目前珠兰花茶大多选用黄山毛峰、黄山玉观音、老竹大方、红香罗等名优茶作为茶坯，档次相较于上个世纪提高了很多，并且将珠兰花与茶坯一同印制后，原本清纯的茶香会多一层优雅的花香，闻起来有一种自然的高级感，受到了当地人们的喜爱。经过印制的茶叶通常被称为珠兰烘青、珠兰大方等等。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喝过珠兰花茶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那就请点赞、评论或者关注我支持一下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